人的大脑由3大部分组成，您大概可以把它想象成3层楼。最下面一层是小脑和脑干，第2层是丘脑、后丘脑和脑垂体，第3层就是大脑，分为左右2个区。底层的脑干在后台默默无闻地维持身体的心跳、血压、呼吸、肠胃蠕动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活动，而小脑则负责记忆和指挥所有运动需要的各种平衡。这一层呢，也叫爬行动物大脑。之所以有这个名字，是因为爬行动物的脑子几乎只有这个部分组成。中层的丘脑和后丘脑主要负责分泌各种激素，这些激素管理着你的情绪，让你变成一个有感情的存在。这一层也叫哺乳动物脑，因为哺乳动物的脑结构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你能看到小狗很高兴地冲你跑来，小猫会不耐烦地让铲屎官走开，而看不到一条高兴或者愤怒的蛇或者鱼。外层的大脑负责语言、抽象概念、推理、思考等更高级的意识活动，这是人区别于所有其他生命体的最主要的特征。很多哺乳动物也有大脑，但是脑容量对比你的来说要小很多。所以呢，你们家花园里的小松鼠，它的大脑刚好够它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囤积冬天的食物，而让它们组织一次去往罗马的旅行，几乎是永远搞不定的。《黄帝内经》里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对话，讲述了精、神、魂、魄、心、意、志、思、志和律的关系。原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：天之生我的是德，地之生我的是气，天德地气交流搏击，就生成了人。因此演化成人的原始物质叫做精，阴阳两精结合而生成的生命运动叫做神，随着神的往来活动而出现的知觉机能叫做魂，跟精气一起出入而产生的运动机能叫做魄，可以支配外来事物的叫做心，心对外来事物有所记忆而留下的印象叫做意，意念累积而形成的认识叫做志，根据认识而研究事物的变化叫做思，由思考而产生远的推想叫做虑，依靠思虑能抓住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且处理得当叫做志。所以你看，精、神、魂、魄、心、意、志、思、志、虑，这些维度都可以刻画你之所以成为人的全面的肖像。那么你的肖像是什么样的呢？